式不一样，骨髓啊，它会稀释得很快。煮一天啊，那骨头一掐就碎了。其实我们今天在很多的政治选举上都会说，这个认真努力，所以是一只台湾牛这样，所以我们会以为说这个牛是台湾很本土在地的东西。在台湾历史的发展过程当中，其实不管黄牛或水牛，都是从外面来的。那主要他们的目的就是为了要耕作嘛，所以大家都很爱惜家里头的牛，不会去吃它。那这样的情况，其实到了战后又有了改变。到了战后时代，这个牛它的重要性就降低了，因为有了耕耘机的发明。当你不再需要这只牛来帮你耕作，而有了机械，那再加上美国牛肉的进口，这些其实都改变了台湾牛肉消费的一个习惯。牛肉面的出现是战后来到台湾的这些外省老伯伯们，那他们因为为了要谋生嘛，也想念家乡的味道，然后做了牛肉面。刘山东牛肉面馆，我们这次跟他们相处，偶尔他们会斗斗嘴，你从一些小地方也可以看得出来，这一家子的感情是蛮不错的。不是说我只是为了要赚钱，然后来做这份工作。我相信这个是一个很困难的事情，对，它一定是你有一定情感上面的支持，才让你有办法，你看数十年如一日去做这件事情。在我有印象以来啊，我觉得他很少到处跑，其他时间我很少看他在休闲娱乐。每天都要整理桌子跟椅子啊，桌子有桌绳，椅子有椅绳。之前这些东西都是我在弄，一人搞定，所以他说：“老妈，你真的太厉害了。”我老爸为什么要卖牛肉面？钱呢？没有钱啊！他来到台湾就一个身体来而已啊！你卖牛肉面就卖了就有钱啊！老爸是在路边摊的时候是跟同乡一起做。以前因为是战后大量的那种军民迁徙来台湾嘛，所以才开始出现这种牛肉面街的文化。那最初期它是在桃园街，因为它很临近中华商场，所以那时候就有一个聚落，一条巷子它有45家以上。那对于我就是以前在南部的生活经验，其实比较少去看到说这样的一个聚落，对我那时候来说是很冲击的一种画面。那是我第一次接触外省饮食的一个开端。来面来了。这样啊，我都40几年了，从高中辍学的时候到现在，刚开始是边玩边去头鸟了，
辍学了以后，我就开始去我小舅子那边哦，学习怎么做面，至少也有一技之长。你不读书，你要学个专长出来。那时我就是早上做面，晚上就去喝酒、气头，每天的生活都是这样子了。公公那时候还不太想放给我做，因为他想要教儿子啦，结果儿子不争气啦，一天到晚爬不起来呀。然后那时候又开酒店，怎么会起来？根本反正每天就这样花天酒地，我就是喝酒而已啊，还有女人啊，这样子日子很好过啊。不知道学吃的怎么那么累，因为又腾腾，又不能穿漂亮，好笑。那时候都是老婆在当家了，现在回想也对不起她。差不多酒店失败了，回来的时候，我就跟老爸讲说，我要回来卖面了。他看我啊，他不多说话了，给你吧，因为他心里有数了。你不行了才回来嘛，老人家至少会给我点面子啊。反正回来做。才感觉到很实在。我们要的是这里面这个精华，这样子切哦，鸡翅出来的速度会比较快。这样。2006年还是2007年我就去比赛了。他一去啊，看现场，我靠，只有我的装备是最烂的。反正我怎么讲，我们的肉我自己有信心啊。我们的肉一条牛啊，差不多只有1-2块而已。我一句坦白，台湾牛，凊彩煮凊彩吃就甜啊，软啊。比赛，我的心态免惊，就这样子就拿到初赛第1。光初赛第1名的时候啊，客人就开始排了。等一下，这边有带走的吗？Does anyone want to take out? Take out. Are you open it? 有要带走的吗？大了。一位呢？有一个位置。Do you need some side dishes? 我觉得刘少林是一个有趣、有点固执的一个人。煮到哪里就会喝到哪里，试试看那个味道有没有跑掉嘛，对不对？没，不一定。我们一开始学的时候，我们真的是一头雾水。他会说比例大概是怎么抓，可每一天的比例完全都不一样哎，因为他们都会跟我说凭感觉，然后我就是。我们现在肉大概都需要煮多久？我们只要一搓我就知道了。feeling。OK。因为这个东西很简单呐，这个油不能软，一软吃起来你就会怕。那为什么这么多肉你会选用牛胸啊？它会带油花，这个都带油啊，内底花草都无同。你看品质。这一次我们造访了刘山东，我觉得他蛮特别，他用个牛胸，口感有脆，因为它带点筋膜，带点油，有肉香，有油香，满足了我们人类的这种嘴巴或者是牙齿给你那种愉悦感。质地蛮像乌龙面的，还没透。你含面，这无透的，内底我有一条丝。台湾人很喜欢吃 Q 弹脆
酥的东西，这个是很符合我们从小到大这种养成饮食习惯的那种感觉。糖来哦，来，先喝一口汤。看起来是浓郁，但是喝起来清爽，但是那个胶质都在后面。听你贵宾啊！每一个人都是贵宾，不要这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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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这样子吃完了以后，我再教你怎么另外一个吃法。我想一下我哪时候来的，我大概5年前有来过。在你还没有拿到 B 笔灯之前，我就来过了。哦，一直嘛袂歹啦。我只是不要客气，不要客气。不小心拿到 B 笔灯，麻烦就一大堆了。我袂甲你骗人出名哦，你就害啊啦。人出名啊！这若要做较透，都没有那个劲了。啊，内底无迄个心，就无迄个口感了。但这个面条的粗细，就是从爸爸的时代，他就是这样做，就是开始卖这种，就是这一碗。以前开封街都是这种面，歹煮啦。啊，你无生意就歹煮啦，有生意就好煮啦。所以一点有多煮，就三碗。三碗滚了后，你才紧换水，迄汤就落去啊。你用落水落去煮面，软，那面哦破，一定要有。这个煮完都没有再过冷水跟冰水。面啊，你若讲刚刚有 Q， 那是面的进度，面粉的问题。对，但是因为这吃起来，我自己的感觉是蛮像乌龙面的。我们可能受日本的文化影响蛮深的，所以我们去吃乌龙面，他们一定煮一锅起来，他们会先过个冷水。哦，然后我们日本是过冷水。对，我们放，或是有人放更讲究，他过冰水，然后他们客人要吃的时候，我们再过一次热水，然后我们才放到碗里面去。原理的这个我的进度哦不一样，为什么？他们做面的过程哦，我的面条会多压一趟。制面的过程啊，压2次，面条一层再加一层的循环的时候，慢慢和劲道就出来了。而且这个面煮好了以后，在汤锅里面还可以维持到5分钟到10分钟还不烂。那面粉你有特别挑吗？有啊，萝卜跟骆驼，然后都是粉心粉还是高筋？高筋加中筋，高筋加中筋。来配。然后水分就是看当天的状况，天气的状况。2瓢半跟3瓢。然后里面这个有加盐巴吧？加盐巴水。你就来行。你现在这吃的感觉哦，我再教你另外一种吃法，一颗豆豉，加3碎，啊，搁吃一块肉，哦，加3碎，哦，淋一水汤，你看卖有感觉迄个泡茶，迄个芳气安尼冲出来，很奇妙。这个东西就是下去搭配牛肉面。加了有3片哦。有。
2红台组2号面等。Thank you very much. Hello. One other one. Breast beef noodle soup. The fermentation world is another very interesting technique. Now it's very trendy in all restaurants, fermentation, but you guys have been doing that for years. It's pretty salty, but it comes with sweetness. And after you got this like very aged feeling in your mouth. It's almost like wine. It really gives totally another layer to the broth. I love this so much. I really love the Taiwanese beef. And this meat is very nice. It really have this little like collagen inside that really melts in your mouth and gives you this, when it cools down, you have this like stickiness all around, but very elegant, very gently. And after you just wash it again with another spoon of soup. It's really like a journey. 我之前有跟朋友一起合开饮料店，可是后来因为我们租约到期的关系，我们就有先收起来。那时候跟朋友开饮料店的时候，其实有发现说，其实生意真的不那么好做。小孩子你要去卖奶茶，好啊，你去卖啊，就跟我一样啊，倒了再回来啊。在我要回来那一年，我印象中爸爸有动过一个手术，就是比较关于心脏方面的。其实自己会觉得，就是他怎么那么辛苦这样。然后其实我一直在背后都没看到，而是直到发生这件事情后，我觉得说应该回来帮他一起学习做面这件事情，煮面这样子。那等到哪一天他真的觉得啊，他好像没办法继续捞面了，我们这个时候在接的时候，其实我会觉得我不会负担那么大。卖面这件事情对我来说的意义就是支撑这个家的感觉。有时候我吃到牛肉面，真的就是会想到家。我其实还蛮少去外面吃牛肉面，然后通常吃到牛肉面的时候都是在家里吃，在这个店里面吃。这样。现在他妈60几了，给我体力就好了，我还继续干。这怎么会不做呢？吃一吃，他妈的碗公呢拿起来把汤把你喝完了，放着，走了。我靠，那个才舒服啊！我的观念只想把牛肉面发扬光大，传播全世界，让大家都知道台湾有牛肉面。观光客进来，他们就会找牛肉面来吃。来我们台湾要吃什么？就是牛肉面。That's what I was looking for. The sole purpose of my trip to Taiwan. I now understand why there's like such a long queue. Yeah, we like it a lot. The sauerkraut gives it a little bit more flavor to it. I like it as is, but he likes spicy things. I really like the spicy things, so like I added some of this. Perfect. Really good. 其实我觉得我们台湾今天很特别的地方是我们的这个族群非常的多元嘛。那不管你是本省、外省，甚至是新住民等等，但是我们来到台湾这里就是我们的家嘛。那因此我觉得牛肉面它其实就是一个不同文化相互融合的一个蛮好的代表。因为台湾过去比较少吃牛肉，那外省他们是吃牛的嘛。可是它在台湾经过了这数十年来的发展，已经非常的多元，然后也成为我们
大部分就是有吃牛的台湾人心目中就是非常日常的饮食。那对我来讲，每一个人的心目中都有他自己的一碗牛肉面。我觉得食物在某一种程度上面回忆，当然好吃在你所处的阶段性的不同，你的年龄的不同，它会让你所回味的方式也不同。我本身每天都要吃一碗牛肉面啊，面口感很重要，肉你要弄好肉，个人的嘴巴好挑，汤头要滚，牛肉面要烧，啊紧吃，莫讲话。